在所有 UFO 相关的神秘现象中，有一个领域总是特别怪异，让人听了忍不住皱眉头，那就是外星人绑架事件。这类事件的当事人声称自己被不明外星智慧生物抓走，而他们被带走的原因往往扑朔迷离。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经常描述自己被检查，甚至被实验过。虽然 UFO 本身就已经够奇怪了，但有些绑架案例甚至连 UFO 迷都觉得太离谱。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其中几个比较匪夷所思的故事。首先，要从1957年10月发生在巴西乡村的一起诡异事件说起。地点是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偏远小镇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这里住着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安东尼奥·维拉斯博阿斯和他的兄弟若昂以及他们的家人。10月14日那天晚上，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在田里耕地。因为白天气温太高，热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再加上农活实在太累人，所以他们早就习惯晚上干活。可这一天晚上注定和以往不同，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改变命运的遭遇正悄悄降临。那天晚上，兄弟俩正在田里干活，突然他们注意到天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红色光球，那光实在太亮了，亮得他们根本不敢直视。安东尼奥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靠近，想看个究竟，而他吓坏了的弟弟则留在了后面。可奇怪的是，每当安东尼奥试图靠近，那红光球就像在耍他似的，迅速往远处移动，仿佛在玩一场捉迷藏。他还发出几道光束，像探照灯一样扫射四周，最后猛地一闪，消失在夜空中。但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才刚刚开始。10月16日，也就是2天后，安东尼奥又独自一人在田里干活。那天晚上天特别晴，星星一颗颗闪着光。他正望着星空发呆，突然注意到其中有一颗红星星特别扎眼。那颜色，那光芒，他猛然意识到，这不就是他和弟弟2天前看到的那个红色光球吗？更吓人的是，那红星星竟然开始变大变亮，一点点地朝他靠近。不过这一次，那团红光并没有像上次那样逃走，反而是直直地朝他飞了过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等飞得够近时，安东尼奥终于看清了，那居然是某种蛋形飞船。它顶上有一个旋转的圆顶，顶部还闪着刺眼的红光，整个东西就像某种科幻电影里的未来机器，慢慢的、稳稳地降落在田地里，底部还伸出了3根金属支架当做着陆的脚，就这样停在离安东尼奥不远的地方。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飞船的舱门啪的一声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高大约1.5米的类人生物，全身裹在灰色的紧身连体服里，头上还戴着个圆圆的头盔，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外星维修工。安东尼奥当场吓得不轻，赶紧掉头冲向自己的拖拉机，试图逃跑。但命运仿佛在开玩笑，拖拉机刚开没2步就熄火了，他只好丢下车，拔腿就跑。但他根本没跑多远，就被那个外星人追上了。更糟糕的是，又冒出来3个一模一样的家伙，他们围住了安东尼奥，嘴里发出类似汪汪呀呀呀那种奇怪叫声，完全听不懂，却像是在交流。安东尼奥后来声称，自己完全无法反抗那些外星人。他被几个灰色连体服生物强行拖上了飞船，一路挣扎无果。他们把他带进了一个灯光刺眼的房间，里面亮得像手术台一样。他刚站稳，就被这些怪家伙剥光了衣服，接着全身被涂上一种滑溜溜像果冻一样的透明粘液，那种触感让人全身发毛。然后他们又把他带进另一个房间，那房间的墙上布满了奇怪的红色符号，像外星文字。更诡异的是，其中一个外星人竟然割了他的下巴，似乎是要提取血液。之后，安东尼奥又被带到第3个房间，单独留下。他就那样一个人坐着，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突然，房间里飘进了一种恶臭刺鼻的气体，味道臭到让他当场呕吐，胃里翻江倒海。他还没缓过劲来，1个小时后门开了，
这一次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女外星人。根据安东尼奥的描述，这个外星姑娘不仅长得像人类，而且还非常迷人。一头铂金色的长发，大大的蓝眼睛，身材姣好，长相可以说是完全对他的胃口。而故事的发展也更加离奇，他说自己和这个女外星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这名女性外星人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似乎在暗示她会怀上他的孩子。安东尼奥一头雾水，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被这些外星人送回了地面。当他重新回到拖拉机旁时，发现已经过去了整整4个小时，而他身上多处出现了奇怪的灼伤痕迹，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受的伤。接下来的几天里，安东尼奥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开始频繁头痛、恶心，浑身没劲儿，而且身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些奇怪的伤口，之前在飞船上留下的灼伤也一直没好。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硬着头皮去看医生。最后，他找到了巴西国家医学院的奥拉沃·丰特斯博士。丰特斯博士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安东尼奥可能遭到了辐射中毒。这位医生后来描述安东尼奥的症状时说道，他全身疼痛、恶心、头晕，没有食欲，眼睛像火烧一样不停地刺痛，皮肤只要稍微一碰就会出现病变，哪怕是一点点轻微的撞击也会产生奇怪的小红疙瘩。这些小疙瘩比周围皮肤硬，微微凸起，一碰就痛，而且每个中间都有个小小的开口，会渗出淡黄色稀薄的液体。窗口周围的皮肤也变成了一种偏紫的深色，呈现出强烈的色素沉着现象。医生还补充说，这些症状并不是短时间就能消失的，而是持续了好几个月。安东尼奥的故事很快就引起了 UFO 研究圈的注意，他主动联系了一位名叫何塞·马丁斯的记者，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到1958年时，这桩离奇诡异的外星人绑架案已经逐渐登上了主流媒体的头条，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引发了轰动，当然也引来了不少怀疑和冷笑。毕竟这个故事实在太荒诞，太不真实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被外星人绑架这种说法几乎根本没有人提过。而安东尼奥的故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登上舞台的外星绑架案例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儿，连不少资深 UFO 研究者也对他的话持保留态度。有人就指出，他很可能是从一本当时在巴西颇受欢迎的杂志 O Cruzeiro 上看到了一则类似的外星接触故事，受到启发之后编造出了自己的版本。而且他的说法和当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外星人信徒乔治·亚当斯基描述的遭遇惊人的相似，这更让人怀疑他是借用灵感，不是亲身经历。还有一种猜测甚至认为，他其实是在1958年才真正想出这个故事，然后把事件的时间倒推到1957年，只是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真实。更让人狐疑的是，安东尼奥全程都没接受过催眠回忆，却能把这段经历说得头头是道，细节丰富，简直就像背过稿一样。这也让很多人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剧本，而不是真实。最终，关于外星人性爱接触以及所谓混血后代的传闻，至今仍在 UFO 圈子的边缘游走。即便在铁杆飞碟研究者当中，这类说法也常常被视为太过离谱，难以入信。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外星生命真的能跟人类交配？他们的 DNA 真的能与我们兼容到能繁衍后代的地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安东尼奥的这起案件大多被贴上了恶搞或虚构的标签。学术界、主流媒体，甚至不少 UFO 爱好者都把它当成一个被传得越来越玄乎的怪谈。但令人意外的是，安东尼奥本人却并不是个疯子。相反，之后的他认真读书，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而且从头到尾，他都始终坚持自己讲的那段不可思议的经历，直到他1992年去世前的一刻，都从未动摇过。所以，这到底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幻想，一个自导自演的骗局，
还是里面真的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无论真相如何，安东尼奥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上最早、最具争议性，也最广为人知的外星绑架案例之一。直到今天，依然在飞碟爱好者与怀疑论者之间引发讨论。但这还不是巴西的唯一奇案。时间跳转到1978年3月，我们来到巴西东北部的马拉尼昂州。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位正在河边钓鱼的渔夫，他正专心致志地等待鱼儿上钩。突然，远处的丛林深处传来了几声尖锐而凄厉的叫喊，像是有人在求救。渔夫一下子警觉了起来，放下鱼竿，拨开茂密又潮湿的热带灌木丛，循声往树林里走去。越走越深，声音也越来越清晰。他终于在一片地面潮湿、空气闷热的林地中发现了声音的来源。一个倒在地上的少年，神情惊恐，脸色苍白。男孩的情况非常糟糕，整个人瘫倒在地，动也动不了。渔夫试着问他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他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痛苦含糊的呻吟，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的眼神发直、呆滞，好像整个人魂不守舍一样。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他嘴角竟然还在流血。渔夫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孩子80%是被人打了，可能是遇到暴力袭击。很快，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把男孩送往当地医院检查。医生一看也被吓了一跳，他掉了4颗牙齿，嘴里其他牙齿也断的断，裂的裂，就像被什么猛烈撞击过。头发有一块块被烧焦的痕迹，耳朵周围则是一圈圈像晒伤一样的红斑，仿佛曾暴露在强烈的高温或辐射中。而当医生试图跟他说话时，他却完全没反应，整个人陷入了呆滞、半昏迷的植物人状态。之后，男孩被转送到一所设备更先进的医院接受观察。几天后，他才终于慢慢从那种诡异的意识停摆中苏醒过来。而当他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众人顿时震惊。这不仅不是一场普通的袭击事件，而是一桩堪称巴西史上最诡异的外星人绑架案之一的离奇遭遇，就此拉开序幕。1978年3月，16岁的路易斯·卡洛斯·塞拉一如既往地出门，在家附近的树林里采摘番石榴，准备带回家给家人吃。他住在巴西马拉尼昂州的一个小村庄，叫佩纳尔瓦，周围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这片丛林他早就走熟了，对他来说，这种事情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那天，很快就变得极不寻常。起初一切如常，林子里依旧是湿热，虫鸣不断。可突然间，一阵像警报器一样的刺耳巨响响彻整片森林，声音在树木间回荡，震耳欲聋。这显然不是野外会出现的声音，听上去绝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路易斯第一反应是不是有飞机飞过？可当他抬头望向树冠之上的天空时，看到的却完全不像飞机。他透过层层枝叶向上看去，瞬间就被一束极其刺眼的强光照得睁不开眼。光芒耀眼到几乎把整片昏暗的林地都点亮了。在这片本应阴影斑驳的密林中，地面竟如白昼一般。他站在原地，内心充满了恐惧，心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发出这样的光？还没等他多想，他忽然意识到一件更可怕的事儿。他动不了了，四肢僵硬，肌肉无法控制，仿佛整个人被冻住了。这就是16岁的路易斯那天所经历的第一幕，也是这起离奇外星人遭遇事件的真正开端。路易斯后来回忆说，自己就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彻底麻痹了，整个人倒在地上，连喊叫都做不到，四肢失控，肌肉僵硬，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束诡异的强光向自己聚拢、包围，然后彻底将他笼罩在其中。下一秒，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缓缓地升了起来，就像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他从地上吸了起来。他整个人就这样悬浮着，被拖进空中，穿过树枝和藤蔓，飞升到森林的上空。他恐惧至极，却毫无反抗之力。也就在这时，他终于看清了那个光的来源。悬停在热带雨林上空的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飞行物，它顶部呈半球状，侧面排列着一排排窗户，通体发着令人晃眼的白光。
路易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缓缓朝这个神秘的空中飞船飘过去，然后就像穿越空气一样，直接滑进了其中一扇窗户。他没撞到玻璃，也没有被卡住，就那样轻松穿过窗户，被缓缓放到了里面的地板上。他一落地，抬起头，就看到眼前站着3位身穿金属质地制服的人形生物，头戴面罩，全身包得严严实实，像宇航员。他们正围着他，用一种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彼此交谈，声音像电子合成，又像远处的杂音。就在路易斯还没弄清眼前发生的一切时，这艘神秘的飞行器忽然开始移动了，而接下来的经历只会更加不可思议。虽然他的记忆后来变得断断续续、模糊不清，但他仍记得，这艘飞船最终抵达了一个极其陌生、诡异的地方。那里看不到山，没有天，没有星星，也没有一棵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黑暗草原，长着1米多高、陌生又密集的草，头顶上却是彻底的漆黑，仿佛整个天空都被抹去了。他再次被光拖出飞船，就像进来时那样，从窗户飘出去，背后没有任何支撑物，却稳稳地落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虽然人已经落地，但他仍然完全无法动弹，全身僵硬，就像被冻住了一样。多年后，路易斯回忆那一刻时这样说：我被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那里没有树，只有高草。我不知道飞了多久才到达。我是像来时一样从窗户出去的，背后什么也没拖着，我还处在瘫痪状态。那地方我从没见过，像是一片草地，却没有鸟，没有边界，草非常高，大概有1米。我没有看到房子，也没有建筑物，看不见天空，也没有星星，一切都很黑。我依然动不了。然后那些人走过来，往我的鼻子里插了一根管子，不过它并不疼。他们接着把一个透明的球体塞进我的嘴里，还把某种液体灌进我的喉咙，速度非常快。我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了灌木丛中，那是3天后的事了，也就是整整失踪了72小时。直到那位渔夫发现他之前，村里人其实已经组织过大规模的搜救，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而当他再次被发现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完全不能说话，意识模糊，口中带血，牙齿断裂，头发焦糊，还伴有怪异的晒伤样红印，就像经历了极端的能量照射。这起离奇的事件很快引起了美国 UFO 研究员兼记者鲍勃·普拉特的注意。他亲自前往巴西马拉尼昂州的佩纳尔瓦村，对路易斯本人以及当地村民进行了深入采访。而令人震惊的是，这并不是那段时间村里唯一的异常目击。不少村民声称，在路易斯失踪的前后几天，确实在村边密林上空看到过盘旋的奇怪光球，甚至还有人说，曾目睹森林上空打开一道光门般的裂缝，伴随尖锐刺耳的声音。普拉特还采访了多位医生，包括1名神经科专家与2名精神科医生，他们都对路易斯被发现时的状态表示无法解释。虽然身体没有遭到直接暴力伤害的痕迹，但他的意识、反应与机体状态就像是被某种不明能量干扰过，既不像精神病，也不像中毒，更不是创伤后应激。甚至连当地市长都亲口告诉普拉特，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但那绝对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事情。更诡异的是，就在同年1978年8月，也就是事发数月后，研究员阿尔伯特·罗萨雷斯报告称，在距离佩纳尔瓦村不远的某片田野中，有人目击到3名发光的银色人形生物，他们穿着银白色紧身服，头戴圆形透明头盔，行动缓慢却异常整齐。这3名光人与路易斯所描述的神秘生物极为相似，但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我们很难判断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荒诞离奇的事件至今仍没有定论。多位深入调查过这起事件的 UFO 研究者表示，路易斯·卡洛斯·塞拉一直是一个理智、冷静且一贯坚持说法的目击者。他没有精神异常的迹象，也从未试图通过这段经历谋取名利。更重要的是，这起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那段时间，当地还有大量居民汇报了异常的飞行物、奇怪的光线与声响，构成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超现实网。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这是一起青少年过度想象，与乡村传说、迷信、集体癔症交织出来的怪谈，还是说这背后确实潜藏着某种非人类智能的干预，只是我们至今无法理解？无论真相如何，路易斯的经历依然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 UFO 接触事件之一。他至今没有确凿结论，只能留给后人继续猜测。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不仅有大量目击者同步看到 UFO 现场绑架，甚至还有联合国高官亲自卷入。事发地就在纽约曼哈顿，它被称为 UFO 史上最高调的绑架事件。琳达·纳波利塔诺事件，或许也是我们离真相最近的一次。他住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间公寓里。就在那个清晨，琳达·科蒂尔突然惊醒，发现床角处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形身影。这本就够吓人的了，她的公寓门窗紧闭，丈夫还熟睡在身旁，家中绝无他人。然而，事情很快超出了任何常理的解释。她坚称，那并不是人类。她回忆道，那个存在将她带走到了某种检查室。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一张桌子上，四周围绕着几个细瘦、巨头、大眼睛的外星生物，他们正默不作声地对她进行检查。接着，她忽然又回到了自家床上，丈夫仍毫无知觉地沉睡着，而她则只剩下一些破碎、残缺的记忆。琳达很清楚，那不是一场梦，但一开始她还是试图将这段怪异经历抛诸脑后。直到有一天，她在阅读一本书时，目光定格在一段内容上，彻底改变了她的态度。这本让琳达停下脚步的书，正是资深 UFO 研究者巴德·霍普金斯的作品《入侵者：科普利森林的不可思议来访》。书中详细讲述了一起外星人绑架事件，而其中的描述和她的经历竟然惊人的相似。琳达这才开始认真怀疑，那一夜，自己或许真的遇上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困惑、害怕，却又渴望真相，她鼓起勇气，主动联系了霍普金斯本人。而接下来的发展只会更加诡异离奇。霍普金斯很快对琳达的故事表现出极大兴趣。考虑到他对那晚的记忆只是一片模糊的碎片，霍普金斯安排他进行催眠回溯，一种帮助人们找回潜意识中被压抑记忆的方式。而在催眠状态下，琳达描述出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她说，自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抬离了床铺，穿窗而出，飞过城市的夜空，最终来到一艘悬浮在公寓外的外星飞船之上。在那里，她称自己被一群非人类存在环绕，接受了某种医学性质的实验。这段记忆不像梦，更像是某种被强行封存的真实。而这一切也只是琳达·科蒂尔案件最初的冰山一角。琳达在催眠回溯中描述她那段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像是直接从梦魇中提取出来的。我站在半空中，脚下什么都没有，他们就这么把我带离了房间，一直往上飞，飞得比大楼还高。哦，我好怕自己会掉下去。那艘 UFO 像个蛤蜊一样张开，我就被送进去了。我看到有些长椅和普通椅子差不多，他们带我穿过一条走廊，门是那种划开的，像电梯门一样，里面全是灯光和按钮，还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我不想躺上去，但他们还是让我上去了。然后他们开始对我说一些话，我大声喊叫，我还可以叫得出来。其中一个说了什么，听起来像是诺比艾格。我猜他们是想让我闭嘴，因为那人把手按在我嘴上了。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惊恐、混乱，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他并不完全理解那些存在在说什么，那些词语听起来像是外星语言。而这一切被拉出房间，漂浮在高空，进入飞船，被强迫上桌，就像是被拽进了一个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世界。琳达·科蒂尔的这段经历，在 UFO 研究圈子里被视为史上最离奇、细节最丰富的城市中外星绑架案之一。也因为他的叙述清晰、情感真实，地点就在纽约曼哈顿核心区域，让这起案件远比乡村目击事件更具震撼力。这起离奇事件的发展，竟然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疯狂。
就在琳达·科蒂尔的催眠回忆曝光不久后， UFO 研究者巴德·霍普金斯收到了2位自称为理查德和丹的神秘男子的来信。他们声称自己当时是一位高级外交官的贴身保镖，而在事发当晚正护送这位重要人物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更惊人的是，这位外交官后续被推测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本人。根据这2位保镖的说法，当晚他们所乘坐的加长礼宾车突然失控熄火，紧接着他们注意到远处琳达所住的大楼附近有一艘巨大的飞行器正悬浮在半空中。他们亲眼目睹一个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漂浮，升向那艘飞船，旁边还有几个显然不是人的存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声称那艘飞船在接走那名女子与非人类生命体之后，朝东河方向飞去，然后直直潜入水中，消失在黑夜里。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私人目击，更牵涉到国家级别的高级人物。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曾目睹了一起外星绑架事件的全过程，而他至今从未公开否认这段经历。这段来自理查德的证词将琳达·科蒂尔事件推向了近乎科幻的高潮。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中不该存在的瞬间。有一个椭圆形的飞行物悬停在公寓楼上方2-3个街区之外的空中，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它底部的灯光从亮红橙色变成了蓝白色，而边缘则有绿色光带旋转。而最震撼的是接下来的一幕，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女孩或女人蜷缩成胎儿姿势从窗户飘出，然后在光柱中停留在半空中。我看见3个我这辈子见过最丑的生物，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它们不是人。它们的头太大了，不成比例，没头发。那些家伙正在护送那女人进飞船。就在这如梦似幻又令人恐惧的一幕上演时，理查德的同伴惊叫：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他们试图冲出车外，却完全动弹不得。几秒后，那艘飞船再次发出橙红光芒，然后嗖的一下飞走了。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梦话，而是一位受过安保训练的前特工的第一人称证词。他有何动机去捏造这一切？又或者，这真的是一段人类尚无法理解的真实经历？根据这些证人的说法，那天晚上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彻底震惊，精神恍惚。可事情还没完，反而变得越来越离谱。